乌军放出消息，截止目前已经消灭数千朝鲜兵。乌克兰获北约情报空袭俄罗斯奥缪尔石油库，喀山地区再遭打击，俄罗斯紧急加强防护。乌军前线多地发动反击攻势，第6骑兵团摧毁库尔斯克俄军阵地，414营用无人机摧毁红军村俄军装甲纵队。胡塞武装发射巴勒斯坦2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袭击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美英以3国报复打击，轰炸胡塞武装导弹仓库和指挥部。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根据媒体报道，乌军放出消息称，在库尔斯克协助俄军作战的朝鲜士兵，在乌军的袭击下，已经造成3000人以上的伤亡。乌军表示，朝鲜士兵伤亡之所以会扩大，主要是因为朝鲜兵在遭受炮击时，由于恐惧心理，同伴会相互靠击，使得乌军更容易瞄准并消灭。二是因为朝鲜士兵作战经验不足。另外，根据前线消息显示，为了破解朝鲜士兵所用战术，乌军采取了无人机战术，通过利用无人机的高空视野侦察朝鲜士兵的踪迹，在发现敌人之后，第一时间将无人机所携带的炸弹扔下去。与此同时，泽连斯基警告称，朝鲜有进一步增派士兵，向俄军提供更多军事装备的风险，乌克兰将对此采取具体措施。泽连斯基在乌克兰会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虽然谈话内容得到保密，但外界普遍认为乌克兰得到了美国更多的情报支持，而事实也是如此。双方会晤刚结束，乌克兰就对俄罗斯能源基地展开了新一轮打击。12月22日，乌克兰发射至少42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奥缪尔、罗斯托夫、布良斯克、库尔斯克、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等地。和往常一样，俄国防部宣布没有损失，但奥缪尔州斯塔尔诺伊孔的石油库却被乌军无人机精准命中，随即发生爆炸和大火。当地居民称，石油库方向传出的间接性爆炸声持续了约30分钟。据悉，该石油库由于长期为俄军提供燃料，自然而然成了乌军重点打击的目标。而这也是该石油库第8天内第2次遭遇袭击。12月13日时，乌军就曾向该地的冈马炼油厂发射了无人机，导致大火燃烧了2天2夜，更多损失正在澄清中。与此同时，俄罗斯梁赞市的炼油厂、北部的机场和工业园区，以及罗斯托夫州各地的基础设施和武器库也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光临。目前还没有详细的数据，但乌克兰对俄能源设施的打击正在对其造成严重影响。据彭博社分析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石油产品在2024年的日均海上运输量约为220万桶，比2023年减少了 9%， 比2022年更是减少了 10%。此外，俄罗斯的喀山地区也再次遭到乌军无人机的打击，虽然暂未有此轮袭击的细节流出，但据分析，乌军的袭击目标应该是俄军在此地的58661军事基地和直升机军工厂。流出的画面显示，无人机成功击中了目标，并引发了不小的爆炸。值得注意的是，在来袭无人机的残骸上赫然写着“基辅3日，你感觉如何？”显然，乌克兰对喀山的攻击是为了回应俄军对基辅的大规模空袭。而频繁的遇袭也迫使俄罗斯紧急加强了空军基地的防御。据卫星图像显示，无论是俄罗斯本土的克拉斯达诺尔机场，还是克里米亚的贝尔贝克空军机场，俄军都在构建钢筋混凝土式的掩体和避难所。前线方向，为了在特朗普就职前掌握阵地主动权，乌军在部分战线发动反击攻势。库尔斯克方向，乌克兰游骑兵第6团的特种兵在洛克尼亚和波格列布基一带展开渗透打击，期间频繁与俄军第34摩托化步枪旅的无人机操作员和狙击手交锋，最终成功摧毁了俄军驻守的阵地。在达里诺方向，乌军225营在数日残酷的战斗中顶住了俄军第83旅和俄军预备役志愿营的攻势，并成功摧毁了数十辆俄军车辆和消灭了近1个连的俄军士兵和佣兵。在苏贾南部的普列霍沃，俄军则继续沿着普塞尔河推进。据一名乌军指挥官称，俄军经过前几周数轮的步兵突击后，目前又开始使用刚积攒的装甲车进行突击。而乌军方面，福布斯消息称，乌军第47旅正凭借剩下的12辆艾布拉姆斯坦克与俄军作战。库皮扬斯克方向12月22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军第14旅在新基夫卡击退了俄军增援排挤的机械化攻击。在库皮扬斯克郊区与克鲁格利亚基夫卡、博古斯拉夫卡以及洛佐瓦一线地区，俄军出动5支装甲车机械化纵队对乌军阵地发起了多轮攻势，但全部被驻守的乌军第92旅阿基里斯攻击营
国民警卫队第116旅和第114独立旅击败，俄军遭受重创，损失惨重。红军村的战斗，截至目前，俄军依然没有拿下这块战略要地。据22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俄军第2期摩托化步枪师和第9师坦克师正在达钦斯克、泽列尼南部活动。乌军方面则实时发起反击，并持续打击俄装甲纵队。如乌军第425突击营在 M2 战车的支援下清理了一个俄军据点。乌军第414营不久前还用无人机击毁了一辆俄军的 T72B3 坦克，外加3辆 BMP 战车。库拉霍沃、弗勒达和大诺沃希尔卡方向战线并没有确认的变化，双方目前进入了深度的消耗战，每天主要以无人机和远程火炮对决为主。扎波罗热方向，乌军在卡缅西克方向持续反击，成功收复了前一段时间被俄军占领的多个阵地。赫尔松方向，一名乌克兰官员证实，俄军侦察和破坏小组最近正试图利用浓雾和频繁对西赫尔松州进行了炮击和火箭袭击，偷渡第聂伯河。不过，截止22日，俄军尚未取得成功。乌克兰南方国防军22日的报告还显示，乌军在乌克兰南部的一个未指名的地点摧毁了俄军 Starlink 终端，降低了俄军通信和情报收集效率。12月22日，乌军发布俄军损失数据，俄军新增损失1820人，代价持续走高。另外，战争研究所从过去几天乌军频繁使用 F-16拦截俄军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加强空军基地防护的行动。分析认为，乌克兰或将利用 F-16发动对俄军基地的大规模反攻。中东方向，铁穹失守，胡塞导弹直插特拉维夫。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胡塞武装发射巴勒斯坦2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袭击了以色列第2大城市特拉维夫。由于袭击发生在凌晨，且胡塞武装突然袭击，以色列国防部承认了对一枚来自也门导弹的拦截失败。以色列急救组织红色大卫盾当天稍晚时声称，此次袭击造成大约30人受伤，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一个沉重打击。截至目前，以色列仍对未能成功拦截一事进行调查，而外界分析认为，以色列拦截失败的原因很可能是巴勒斯坦2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技术得到了完善和升级。据悉，巴勒斯坦2导弹的有效射程超过1000公里，战斗部采用了小弹翼或是小型发动机，在高速俯冲飞向目标的过程中，其飞行轨迹和飞行方向是可以通过小弹翼进行一定程度调整的，小型发动机则可以突然加速。因此，若是在进入攻击末端时遭到以色列歼2或歼3的反导拦截弹的拦截，巴勒斯坦2可以利用机动的飞行轨迹或是突然加速的方式逃避以色列反导系统的拦截。胡塞武装之所以要袭击以色列，主要与2件事有关。第一件事是以色列在12月19日出动数十架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当时，以军发射了60多枚导弹，摧毁了至少1座燃料库、2座发电站以及8艘拖船，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这让胡塞武装的物资运输受到难以估量的影响，后勤补给陷入停滞。第二件事是以色列还没有在加沙停火，更没有从加沙撤军。一直以来，胡塞武装的态度很明确，只要以军还在袭击加沙，他们就会继续报复以色列。加上又有第一件事的诱因，胡塞武装自然就对以色列展开打击。但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12月21日，以色列刚遭到导弹袭击后不久，美国和英国就对也门首都萨那发动了袭击，目标直指胡塞武装的导弹库。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2月21日，美英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发动了新一轮打击。打击的首选目标是胡塞的弹药仓库。在此役中，英美两国同时动用了海军和空军，甚至美军还出动了在红海游弋的航空母舰，出动数架超级大黄蜂执行轰炸任务。据现场画面显示，英美战机对胡塞武装导弹仓库进行了精准空袭，随即发生剧烈的爆炸和大火，紧接着又重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的指挥部和控制设施，并在行动中持续击落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共摧毁胡塞武装15个军事目标，保障了国际航运的安全。与数个月前相比，空袭力度有了明显的增加。显然，这是英美在用实际行动敲打对手，其目的一是为了保证红海航道的安全，二是为了迫使胡塞武装不再报复美英以色列，三是要彻底打垮抵抗之狐的领袖伊朗。如今，哈马斯跟以色列几轮交手下来，损失惨重，已偃旗息鼓。黎巴嫩真主党跟以色列同样打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被迫签了停火协议。更要命的是，黎巴嫩巴沙尔政权已经倒台，相当于断了抵抗之狐一条腿。如今，伊朗在中东地区只剩下胡塞武装这副小牌了。英美以若是能趁机打垮胡塞武装，这样一来，伊朗在中东就孤掌难鸣了。
只不过火力军感觉胡塞武装或者说伊朗绝对不会坐以待毙，很可能会继续对以色列红海船只进行报复打击。据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透露，美军已在叙利亚部署有2000名士兵，而非外界所传的900人。此外，莱德还强调，这次增兵叙利亚属于保密任务，增兵的主要力量是美国陆军常规部队和特种部队，且这些部队至少已在叙利亚驻扎了几个月，与阿萨德政权的垮台没有任何关系。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还派遣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芭芭拉·利夫亲自率团访问了大马士革，并与叙利亚新领导人朱拉尼进行会晤。据悉，这是自阿萨德政权垮台后，美国首次接触叙利亚新政府。实际上，利夫也是自2012年美国关闭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后，第一个前往叙利亚访问的美国外交官。而在前几天，英国、法国和德国也陆续派代表团访问了大马士革，可见欧美国家与叙利亚新政府之间的联系已越来越密切。此外，据路透社、法新社综合报道，土耳其国防部长亚沙尔·居莱尔也在向叙利亚新政府示好。其表示，如果叙利亚新政府有需求，土耳其将会向其提供军事支持，但他并没有具体说明土耳其可能会提供哪些支持。而且，居莱尔还表示，将在合适的时机与叙利亚新政府讨论关于土耳其在叙利亚驻军问题。实际上，自2016年以来，土耳其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由，在叙利亚北部发起过4次军事行动。估计土耳其目前在叙北部的阿夫林、阿扎兹、杰拉布鲁斯以及东北部的拉塞因、泰勒艾普耶德等地部署有数千名驻军。另一方面，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叙利亚新政府在处理外交事宜的同时，还在清除阿萨德政府时期的高官，目前已发出全球通缉令。此外，土耳其自由报也爆出一条猛料，其指出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在逃离前向以色列透露了政府军武器库、导弹发射场、军事基地以及其他相关军事基础设施坐标。作为回报，以色列国防军则同意阿萨德在逃往俄罗斯赫梅尼姆空军基地时，其总统专机不会受到威胁。在阿萨德逃离叙利亚数小时后，以色列就展开了大规模空袭行动，摧毁了叙利亚绝大多数的军事力量。从精准的袭击判断，无论这些情报来自哪里，以色列确实十分清楚叙利亚的军事结构。与此同时，伊拉克也把逃到该国境内的原阿萨德部队进行遣返，数量约为2400人。此前，这些士兵趁反抗军发起攻势之际，借由叙利亚边境的阿布凯马勒市逃入伊拉克，其中更是有2000人隶属于阿萨德所谓的王牌军第4装甲师。目前，这些士兵已由叙利亚新政府接收。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布的朝军动向资料显示，朝鲜正准备轮调或向俄罗斯援助更多的部队和武器，以协助其对乌克兰进行入侵。报告显示，朝鲜为俄方提供的武器目前有240毫米多管火箭炮、170毫米自行火炮等武器。但令人担心的是，朝鲜正着手生产，并很可能会向俄罗斯提供自杀式无人机。据悉，很可能是前段时间金正恩视察时的无人机。韩方分析认为，朝鲜试图借俄乌战争消耗老旧武器，并在战场上积累作战经验，由此实现常规战力的现代化，从而在军事方面对韩国构成威胁。基辅独立报报道称，朝鲜已成为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的全面战争中的主要盟友。据 RBC 新闻报道，2日来，莫斯科的银行和 ATM 机频繁遭到不明人士的袭击。如21日，圣彼得堡市一处银行发生爆炸，当地邮局大楼也被人在里面燃放烟花，引发火灾。又或是早些时候，在莫斯科不远的热列茨诺多罗日内，一个19岁的青年用汽油烧了一家银行等等。俄罗斯官方通报称，他们都是在不明身份人员指导下实施犯罪活动的，案指是受到乌克兰方面的教唆。截至目前，乌克兰并未回应此事。综合防卫博客和乌克兰军事观察家的话报道称，尽管俄罗斯努力为前线输送先进装备，也适应现代化战争，但由于长期战争、生产力瓶颈以及国际经济制裁，大幅消耗了俄罗斯的制造业能力，导致武器质量出现了严重恶化，尤其是自杀式无人机方面。乌克兰军事研究实验室负责人库尔奇斯基称，俄军虽然根据自己的作战需求，对引进的无人机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但因缺乏零件和成本削减等原因，导致无人机性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如沙希德无人机，早期版内包含有许多品质较佳的外国零件，如日本制造的轴承、精密锻造的4伏驱动杆，而如今的沙希德无人机已经开始出现简化轴承与直接连杆，
俄罗斯已经用不上高质量零件了。据路透社报道，为抵御俄罗斯入侵，北约需要增加35至50个旅，其中一个旅又由3000至7000名士兵组成，这就意味着北约目前需要增加10.5万至35万名士兵。按照以往惯例，德国通常会为北约提供约10%的兵力，折合到此次北约的军事目标中，德国需要增加3至5个旅，即2万至3万名作战人员。而在实际部署中，这需要在目前德国装备3个师的基础上再增加1个师。据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目前德国联邦国防军约有18万名现役人员，距现阶段的目标即20.3万人还有约2万人的缺口。但鉴于北约的军事目标，德国已计划将部队规模直接扩增至23万人。不过，考虑到多年以来德国联邦国防军一直面临征兵困难，此次又加大了征兵数量，因此德国要想在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很可能会采取一些特殊的征兵措施。除扩军以外，德国今年的军火销量再创新高。据《明镜周刊》报道，德国联邦经济部根据初步数据统计，截止12月17日，德国政府批准的军火出口总额已达132亿欧元。而在去年，德国才刚创造了122亿欧元的纪录，这意味着德国今年再次刷新了该项纪录。据悉，德国军火出口之所以屡创新高，主要是因为乌俄战争。在舒尔茨取消了向参战国提供武器的军售禁令后，乌克兰就成为了德国军火出口的主要接收国。其今年接收的德国军火总价值高达81亿欧元，占德国今年出口军火总额的62%，去年则为44亿欧元。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出口给乌克兰的军火大部分由德国出资购买，这反映出德国援乌的力度相当大。除乌克兰外，德国军火的其他大买家依次为新加坡12.2亿欧元、阿尔及利亚5.587亿欧元、美国2.985亿欧元、土耳其2.309亿欧元、印度2.24亿欧元。此外，在其他国家禁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期间，德国还向其提供了价值1.61亿欧元的军火。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如果欧盟成员国不增购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那么其将对欧盟增收关税。根据美方数据，目前美国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在欧洲地区，美国这2种燃料的供应量都已排名第一。其中，在石油方面，日产量已超过1300万桶，对欧洲的原油出口量单日超过200万桶。其中，荷兰、西班牙、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和瑞典是最大的进口国。在天然气方面，美国日产量超过313亿立方米，主要销往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然而，2022年，美国从欧盟进口的商品总价值为5533亿美元，但向欧盟出口的商品总价值却只有3508亿美元。这意味着，在欧美交易之间，美国要比欧洲国家多支付了2025亿美元。到了2023年，美国又比欧洲国家多支付1624亿美元，可能是因为连续的高额投入，才促使特朗普做出此项决定。而对于其上述指出的问题，欧盟也表示愿意与之进行相关谈判，以讨论欧美双方在能源领域方面的共同利益。实际上，自乌俄战争爆发后，欧盟就已经在实施制裁，并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同时大幅增加了对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的购买量。此外，早在今年11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曾向特朗普建议，美国可以向欧盟供应更多液化天然气，以取代俄罗斯能源。但据莫斯科时报报道，欧盟要向美国增购石油和天然气，还面临2大难题。其欧洲大多数炼油厂和天然气公司都属于私营性质，除非当局实施制裁或加征关税，否则政府无法决定采购来源。这些企业通常会根据价格和效率做出购买决定。其二，美国在能源方面的出口能力已达上限，如果要增加对欧盟的供应，就必须要扩大生产。美国现任总统拜登此前曾拒绝批准建造新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而特朗普则承诺将撤销这一决定。不过，建立新产能基地也需要很长时间。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胡塞武装会展开什么样的报复打击？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